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曾经好，一切正常。来了啊！一派胡言啊！一派胡言，什么老人动作慢啊？什么王叔在时间问题上永远搞不准点啊？一派胡言啊！一派胡言！我儿子啊，全额奖学金啊！有人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敢向恶鬼争高下，一派胡言。什么老人表停了？一派胡言啊！我都说好了，是美西时间9点，美东时间上午11点9，10啊，sorry 12点，我操，9点12，哎呀，哎呀，是我一派胡言，我真的算错时差了，我去，这只能怪地球太大了。这个但是我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至少把美西时间说准了，所以以后啊，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不再说美东时间和北京时间了。哎呦，丢不起那个人，我操，丢不起那个人啊！我只说美西时间，美西时间是我唯一算不错的，因为我要送小朋友上学，8点半送到学校，你看9点回来。大家知道这规律了吧？所以呢，如果我又胡说八道了，我又把那个时间算错了，你们就以温哥华上小学的时间，就是早晨9点为准，你们就能守住我，就能蹲住我啊！想 stalk 我、尾行我的，你就基本上在小学门口能抓住我啊！好了，这个不行啊！你们今天就是这真是我算错了啊！真是我算错了。好了，我们正式开播了啊！8点59分，分表不差啊。老王，你为啥取关我了？你是谁呀？我什么时候关注你了？这家伙，我取关你还追过来，你是谁呀？关键是，我为什么要关注你？你弄个匿名啊？不说北京的了，哎呀，说不起来。北京时间，你看，北京时间和美东时间基本上差12个小时，就是所以我算美东时间算错的话，一定会跟着把北京时间算错。与其丢这个人，就不如不丢了啊。我来推特给你发 Nick， 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Crypto 是数字货币那个词儿吧？好吧，好，我们今天聊聊币圈啊。我是一个被资本市场这个新进人士啊，包括宏观资本市场，包括币圈呢。被这些后来的小朋友们，当爷爷辈儿来看的，就是他妈的，我年纪不大，但是我辈儿高啊，哎，我岁数不大，我长在那个瓜不大，我长在腕儿上了，所以呢，他们把我当爷爷看。一方面呢，我的节目呢七七八八；另一方面呢，就是总是试图在只言片语中找到爷爷不行的地方，以证明儿孙们比爷爷强。包括币圈的新来的人，哎，尤其如此。还有广大的民主进步人士啊，也来我的这个频道看我，然后最后就得出的结论是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大外宣。这个，我可以理解你们，因为我们出来啊，有没有那个无线电流声啊？因为我插着那个我的声卡插着充电器的，如果有电流声的话呢，你们就。提醒我啊，我就把它拔了啊。如果要是还可以凑合，我就不拔了啊。好了，这个我们不聊这个什么关注谁不关注谁，取关谁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我他妈就取关你，取关你说明你没有营养呗，你提升自己有营养，我就不取关你了啊。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这个。我们都是因为对那片土地不满意才出来的，对吧？如果我对共产党很满意，我不是那个肉联厂、香肠车间正在每天按时工作的猪，那我不会离开中国啊！大家知道，我2011年、2012年就离开中国，非常早，因为我是中国资本圈、资本大佬圈里面第一个感觉到我老王是他妈的一个快乐的什么都有的猪。但是呢，我的工作岗位是肉联厂，香肠生产车间。很不幸，这个香肠不是清真的，不是牛肉香肠和羊肉香肠，是他妈猪肉香肠。
我是第一个感觉到的。说白了，我是因为一个是马文章的哨子神术啊，铁板神术，他有这么一个桥段，在我人生未来等着我，就让我坐监狱去。那个我呢，当时不太信，因为他说我富比石崇，我觉得我还差得很远。但是到了2011年，我觉得我跟石崇差的不是那么远了。有点接近，所以呢，我就把这事儿挂在脑海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人生商业上，我特别崇拜李嘉诚先生。我认为李嘉诚，是全球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他简直是邵雍在世的那种玄学地位，李嘉诚在商业中的地位。所以李嘉诚跟习近平谈了一次之后，李嘉诚没声就走，甩卖在北京和上海的资产啊。所以当时一群傻逼，包括潘石屹，就说李嘉诚是傻逼嘛。那么我呢，我就开始办移民了，而且因为我们家的这个背景啊，办移民非常容易。那个翟小鸟说我蹲过监狱，他的一派胡言，因为蹲监狱是做不出移民来的。大家只要有点社会经验的都知道，加拿大背景调查的会，而且你无犯罪证明，你坐过监狱，怎么会有无犯罪证明呢？你开不出来，你那假的，那叫 fraud， 一次就完，一个举报就完。所以，我是最早移民出来的。我移民出来，2011年、12年，中国是在上行周期急速上升。真正中国的拐点是出现在2019年，疫情那是真正的拐点。之前的话是急速上升出来的。对 Grace 说的非常对，就是无犯罪证明你开不出来的。你像北京，你像我们是北京户口嘛，北京户口、上海户口你格外开不出来。你小的县城可能还能运作通融，但是北京、上海你是搞不定的。那好了，我们就接着讲。那么我们因为对那片土地不满，所以我们就出来了。那么出来之后呢，有很多人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他因为对共产党不满，而出现了这个对中国不满。又因为对中国不满，出现了对中国人不满，因为对中国人不满，出现了对自己的基因的不满啊！从基因根本上来否定自己的出身，给自己编出来自己是什么蒙古人啊，张家港的蒙古人啊，然后四川拿姓口音的内亚人，这都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但是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我的高度看地球，我觉得他们这一切都是拿性。在所有的地球人眼里，你就是个中国人啊。even 共产党现在集结了中国，共产党绑架了中国，但是从我们的根儿上来说，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从哪儿来。说老王，你这样的话不就被共产党绑架了吗？你看你的网上经常互动的那些朋友啊，跟你网友关系很好的那些朋友，他们都是知黑呀。没错，那因为境界不同嘛，所以我比他们有钱嘛，就这么简单嘛。他们基本上空手跑出来的嘛。我虽然丢了90%，那我还是吃两三袋没问题。那么为什么啊？我不吹牛逼了，就是说什么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即使出来很有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出一代的关系、一辈儿的关系都在中国，对不对？你真的希望中国有大洪水吗？你真的希望那儿洪水滔天淹死5亿人吗？可能吗？死的人不是你身边的人吗？所以就不能没有人性，也不能没有理性。反共也好，反独裁也好，人性和理性要回归。记住，这一切都是拿性，人性、理性到拿性。这就是我要通过我频道输出的3观。我们反共也好，我们反对独裁也好，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记着，你一定要保持你的人性和你的理性。如果没有人性和没有理性，以暴力反对暴力，以非理性反对另一个非理性，那我不能支持你，你也不是我的观众，你滚吧。为什么？因为你一旦上台，你比共产党还坏。真的是这样，至少共产党折腾了50年、70年。他已经形成了规矩，换句话说，他吃相一定比你们这帮王八蛋好看。你们这帮王八蛋整天讲究什么大洪水，什么他妈的什么图纸，你们能提供民主之都和法治之都？我去，
除非我老王不如你们，你们要觉得我老王比你们强，那你们应该用你们的屁股想想，因为你们脑子里面全是屎，所以你们用屁股想想，是不是自己长反了？下边嘴吃，上边嘴出，真的是要保持理性的回归和平衡。所以当我讲到中国和布林肯谈判，布林肯没有大获全胜，布林肯没有红毯，布林肯当时的表情非常尴尬，可以说是如坐针毡，来也不是，不来也不是。随着布林肯前脚走后脚，美国的亲儿子特斯拉就在中南海获得超过布林肯的待遇。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大家，实情之后就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性没有回归，理性没有回归，你他妈就希望听到你想听的，你就希望听到像老王这样的你的偶像说，老王啊，布林肯又赢了，赢麻了，美国赢麻了，中国必死无疑。2026年就是赤马红羊节，就是翻天的那一天。我呸！是不是2024年都快过完了？这不是2024年，那个黑兔走入青龙穴，2年之前那帮孙子是不是说黑兔走入青龙穴就是他妈共产党倒台的一天？那走完了，黑兔走入青龙穴了，现在青龙都已经到龙身了，青龙穴黑兔，那就是去年春节发生什么了吗？没有发生什么，对不对？那又说2020年是翻天的，之前还有说2012年是翻天的，那翻天不是用嘴翻的，翻天是用这个东西翻的，有吗？有吗？他们出来了20-30年，他们干了吗？正经事儿他们干了吗？左手是钱，右手是枪，这才能翻天。如果只凭一张嘴去翻天，人类历史上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天翻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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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老婆都不会乐翻。你都得咔嚓才行。所以我的频道的观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再通过这个频道宣扬的是理性和人性，我们不沾政治，当然我们会插科打诨的损他们几句，送他们几句，送剩几句，但是我们希望那片土地的人获得幸福和安宁，获得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希望那片土地的独裁者获得智慧和上帝的拯救。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我希望上帝能够拯救他们肮脏的灵魂，挽救这些迷途的羔羊。阿门。然后我的频道的，我内心非常对不起大家的，就是我频道有大量的高素质观众云集，这绝对是我频道的特色。高素质观众，无论是金钱上还是社会经验上，对不起，我得动一下。这个手机卡子卡住了手机的静音所以它不停的在闪。好了吧，没问题吧？那么这样的观众，高素质的观众朋友们呢，不停的在给我评论区和直播留言区互动留言，包括我的电子邮件 wgz5788@gmail.com， 简直是一个图书馆。很多高素质观众给我的邮件我都压着没回，任何有的高素质邮件，比如说咱们上海的陈总啊，还有一些我不便提出名字的这个金融圈的我的同辈或者晚辈，包括币圈的一些创始级的人物给我写的信，每一期其实都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这就是老王说我必须控制我的出品节奏。我要是真的把我的资源在YouTube 资源全部用起来的话，我真的一天可以出4到5期。这是我怕你们消化不良，因为我的粉里边有很多铁粉，就是七不拉的粉。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消化不良。哪他妈谁有时间一天看5次？每次25分钟的话，一天看5次，你们也受不了，撑住了。所以呢，我只能是控制节奏，也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我没有读。我跟翟副主席学我观众来信不一样，我这个信箱里是真的有观众来信，包括翟副主席都有7封信，所以我没有读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原谅我不要就因此不写信了。我会慢慢的调整我频道的构成，给我一下点亮我眼前的，我会突然袭击的
来一期节目啊，只是来一期节目，你们爱看不看，看不看是你们的权利，但说不说是我的权利，这是一个。然后我的频道的第3个特点就是出现了赚钱效应啊，很明显的赚钱效应。这使得我一方面很自满，就是我说的话就是真的啊。我说经济下行能挣钱，有挣钱的路子，而且我给大家讲了恒大物业、恒大破产的那个一经络万物生的破产重整的规律之后，但凡你们还记得那一期节目，你们今天看看恒大物业涨成了什么呢？你们就知道，如果信了我的话，当时进了恒大物业，可能套了你们4到5天之后呢，之后到今天你们就是 OK， 经济下行中你们再翻啊，翻几番的翻，不要放哦。恒大物业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企业，因为无论经济怎么下行，这个房地产公司、这个集团公司怎么破产，这些大房地产公司的物业部门，就是它已经盖好了在收稳定物业管理费的部门，它在全世界都是优质现金流资产。你们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它未完工的烂尾楼是要破掉的，拿的地交不起政府后续这个开发建设款的是要破掉的不良资产。可是物业这部分好多都已经是15年以前它就盖好了，那是物业公司是它的优质资产，而且这些大集团早就把物业公司分拆上市了，所以他们一旦破产，那这都会跟着往下跌的，就像赵长鹏被抓起来之后，整个币圈跟着往下走一样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就是你他妈进去捡漏的时候吗？但是我一旦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矛盾，弟兄们，就像反共那个矛盾，反共和人性和理性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你反共，你就不能保持人性和理性，因为共产党没有人性和理性啊。但是所以你要在里边 balance。那像老王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他妈不碰了。为什么？污浊乱世，我不愿意没有人性和理性。那我就找一个干净地方、清净地方，我自己凉快去，我不跟你们扯了。那这是第二，不是，这是反共那边。但是你想，这个挣钱这边是不是？老王的粉丝忠粉有2万人，什么都看的2万人。粉丝有5万不到6万人，接近6万了，现在5万9千人。那么这个规模也许是最好的。如果真的到10万、20万。那你们想想啊，弟兄们啊，比特币能不能买？我一会儿会重点说啊。今天的这个干货，就是比特币。我老王站在资本市场爷爷辈儿给你们讲比特币，讲明白，你们全明白了，你们一定会在未来有3倍的收益。今天这次视频啊，所以我希望完播率高一点，你们不要那么肤浅的人、急躁的人是赚不到大钱的。好了，我们接着说。那么，真的到20万粉丝、50万粉丝，像老高和小莫那么。那这就没有赚钱效应了。说老王，那不是赚钱效应更明显吗？哎呦，那你们就不懂了。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比如说，你们都在北京，都知道北京堵车，对不对？洛杉矶都知道洛杉矶堵车，从尔湾到downtown堵死你们，堵得你们他妈的腰椎间盘都突出了，都脱肛了，堵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妈车太多。但是如果在北京某一个节点上堵车，北京市市委书记。然后这个政治局常委在头天晚上说这一点上要出现严重的堵车，第2天早晨你看1辆车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避开那点了。这就是当你的频道影响力大，当你的社会辐射面大的时候，你的预言本身会改变现实。那么我们现在看我的频道的人就都知道，下一个破产的房地产巨型集团近在眉睫，它会破产，年底之前它就会破产。那他破产之后，他的物业公司也分拆了呀。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的时候，那你说那还能有3倍的翻番吗？它就没了嘛，因为它就不会跌嘛。大家都知道哦，这块是一个优质资产，那我拿着就得了，我干嘛呀？10块钱买的，我1块钱卖呀？我不卖它不就得了吗？它过2年它不又回10块了吗？完了。所以这个就是平衡啊 ，balance。这个平衡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矛盾。我相信对于我的高素质观众朋友也非常矛盾，所以你们呢心里面呢就打这个底，偷偷的看我的频道的时候，要学的是什么？要学的是赚慢钱，赚慢钱才有赚大钱。
的可能性，而且才能守得住。浮躁的社会，即使你能赚快钱，赚一把赔3把，没有一个浮躁的人真的能留住大钱。所以你们真的想实现财务自由，你们就看我的频道，慢慢看，慢慢品，真的是能够全面提升啊，全面提升自己的财商，包括你们做人的道理。比特币，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是让老王谈比特币。我一直在跟大家开玩笑，我是没有资格谈比特币的，因为我把我自己比特币钱包的密码给丢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好多比特币，好多，我他妈的写到一个纸上，因为我怕丢了嘛，我藏在了我家那个酒厨子那个房间，上面有一个木帆船模型，我塞在里边了。然后我们家这个工人打扫卫生啊，那逼的我估计他就给扔了，可能我操，我他妈好几年也不看呀，等我没找不着了这密码，不可能，所以我全球城黑客，第一个就是破解我的钱包密码，然后这个密码上小三儿的生日，那时候还没小三儿呢，操，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讲比特币是什么呢？啊，大家回想教科书，原初是比特币叫去中心化的区块链金融记账，对吧？去中心化是它最有魅力的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者任何一个 deep state 能够控制。哦，比特币有投资价值，有投资价值。但是我说这是扯鸡巴蛋，为什么？你们想想，你们身边是不是早就有了去中心化的东西？全球的人都认的东西，它为什么不怎么涨呢？啊，最近涨了，就是黄金，为什么呢？黄金是上帝造的去中心化的，你告诉我哪一个人能够克隆黄金或者复制黄金？哪一个政府能复制黄金？但是，当我跟你们讲乱世黄金，你们要做黄金投资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听众和我的教员们、会员们都要提一个问题，就是大老王，我们这个黄金买了以后，我们放在哪儿？那共产党大家都知道，共产党都有时候也不讲理啊。他如果要是持有黄金者斩，诛9族，然后限你把黄金以他们指定的价格上交国库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还是去中心化的吗？比特币亦然。虽然比特币本身绝对是去中心化的产品，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一旦进入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有1000种办法、10000种办法让中心化出现。你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哲学高度？我不相信真的深层政府控制不了比特币，它也许控制不了比特币本身本币，但是它还控制不了持有比特币的人吗？赵长鹏就是例子。赵长鹏现在人在哪儿？赵长鹏是不是在监狱里？赵长鹏是主动花自己的钱买飞机票飞到西雅图去做监狱的，自己主动，没有人逼他。你们以为赵长鹏的智商比你们低吗？他去西雅图旅游还是探亲吗？他之前不平衡吗？之前不勾兑吗？他为什么要主动飞到那儿去？因为有一句中国古话叫诸害相权取其轻。这个世界就是中心化的，人类世界就是中心化的，告诉你们，甚至我们死后的世界，灵体的世界，它亦是中心化的。神和鬼之间也是中心化的，而且中心化的层级更加的森严。如果你们想在这儿人间造成一个因特纳雄乃尔，一定要实现，一定要推翻中心化，造成个人人平等的这个市场世界。那你们死了之后就应该继续革命，因为死了之后，你的灵魂会在壁垒森严的中心化中受到审判与接待和 recycle， 这就是事实啊！你不知道是你孤陋寡闻而已。那怎么办？因为这个世界设计者设计和制造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包括灵魂回收系统的人，他设计的底层代码就是中心化的，他有超级管理权限、总管理权限。所以所谓的比特币去中心化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是中本聪弄出来这东西真的是技术上就是去中心化的，但是它是不是得有人去持有？有人去持有，就有办法让你中心化。
听懂了吗？大家，这就是比特币的关键。认识比特币必须认识到这个高度，这也就是我跟你们讲，比特币现在虽然逐步的有进行中心控制的趋势，但是赵长鹏这个事情，赵长鹏出了事儿，大流氓开始控制比特币之后，比特币的市场反而是好事儿。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为什么反而是好事儿，听懂掌声。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中国算是老钱啊，我在中国算是老钱，我在西方不算老钱，但是西方的老钱和我中国的次老钱开始重视比特币了。我之前从来对比特币不屑一顾，明白吧？我从来对比特币不屑一顾，我所有的铁粉都知道啊。我从开微博那一天，我就认为这是傻逼玩的，这是小混混玩的，而老子是上海滩的黄金荣黄先生，我他妈能跟马永贞去抢码头吗？开玩笑，黄先生给你个夜场，你看一看吧。所以，我对于比特币根本不屑一顾。我2012年，我想起来了，2012年我在温哥华淘古董，淘一些那时候有西洋古董市场，那时候中国人买的特别少，有特别好的老物件，因为这边有100多年以前的这个老外啊，他传下来之后，他们死了之后，孩子没出息，他叫老外都要downsizing嘛，他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里边那些收藏的字画古玩好多是真的。2012年我干这个，然后倒腾的这个的人居然是我北理工的校友，计算机系的9系的，我操，长得是相当像大脚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年代，就是2010年之前那个年代，他们来加拿大、美国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来的，就是他们完美的错过了中国经济的峰值，完美的啊！我是错过了个尾声，他们是全过程错过，所以他们过得很苦逼，以至于他们舍不得理发，舍不得刮胡子。后来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他也不在主流嘛，理发给谁理呀？所以呢，他就给谁看呀？所以他们的那个头发呀，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成龙不洗澡的，年轻的时候成龙打醉拳的时候不洗头的那个头型啊，在这儿啊，非常的像那个兰博，然后胡子，哎呦我操，那个脸牙都是大黄板牙，基本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你别小看啊，全是211，今天看都是211的那个重点大学的重点班学生。所以他当时跟我讲，他说王总，你要是真想投，我告诉你好东西，叫比特币。2012年，记住2012年比特币。我说比特币那个我在中国听过，我说那不是傻逼，那不是骗局吗？哎，不是，他说现在200人民他跟我说200块钱一个，当时他说的是人民币。昨天我不是记不得是加币还是人民币了吗？然后我呢就打开电脑回溯了一下历史价格，那时候比特币出现没几年嘛，我发现还短短的2年以前还在他妈用好多比特币换一张披萨的这种价格，就是一枚比特币可能都不值2分钱。我他妈200块我接你盘，你当我是傻逼吗？我是金融大咖来的，我是金融大鳄资本大鳄来的，我能干这个事儿吗？我不屑一顾，我没买200人民币一枚比特币。他说老王你先买100枚试试，2万人民币对你来说也不那不就是他妈一顿饭钱吗？你先买一个试。 No，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你不能侮辱我的智商，我坚决不买，我坚决不买，我他妈坚决没买，我坚决没买，弟兄们。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对比特币呢就一直在关注。我操，因为它天天涨啊，它后来不是200美金的问题，2000美金，2万美金，现在奔着10万美金去。我逐步意识到，我操，好像 something wrong， 我操，这个事实在打我的脸。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是以他妈的正邪来评判对错，而是以胜败来评判对错的。所以这是我就看明白了比特币市场。比特币是个什么东西？比特币我最后精确的定义，比特币是数字黄金。除比特币之外，其他都是数字白银、数字青铜、数字破铜烂铁。数字白银是以太坊，数字黄金是比特币，数字青铜是莱特币、Doge币，剩下的都可以不记了
啊。为什么？一会儿我跟你们讲不记，这是我站在我的高度看问题，所以我只记数字比特币。比特币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用矿场挖出来的。这么几年下来，他当年跟我讲的时候，用一台最好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在家挖比特币，一天能挖出来好几枚。家里边一台电脑自己可以挖就好几枚。2010年、12年，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显卡做的那个矿机啊，13年、14年、15年，慢慢出现了矿机行业。到16年、17年，中国李克强总理搞互联网创新，比特币飞涨一轮的时候，矿机行业就成熟了。那你在家里用电脑你挖呢就赔了，你挖不出来了，算力不够嘛。那后来呢？后来矿机也出现迅速迭代。你看，我虽然是资本大鳄，我这些知识没错吧？我要错了的话，币圈的新人们打我脸啊！我不删评论。你说老王，你又开始说爷爷说的胡话了。我们现在都开汽车了，你怎么老说牛车的事儿呢？你怎么老告诉我们养牛的事儿？好了，打我脸啊！那么现在的矿机迭代速度太他妈快了。那么用英伟达也好，用什么好，那个显卡都是一堆一堆的用水冷在挖币，这叫什么？这他妈叫军备竞赛呀！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今天买 S19，我已经是他妈的2万人民币买的了。你明天出 S21，你在玩我吗？S19就挖不出来了，我操！因为 S21都上了。那今天是 S21，那明天是不是 S23也要出来啊 ？S23是不是又是 S21的10倍啊？速度，我操！大哥，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么你任何时间进入比特币挖矿市场，你都注定了你的矿机挖不回来成本了。一个矿机2万人民币，我操！100个月，今天的比特币价格才能挖回来，那还挖个寂寞呀？挖什么呀？大家，为什么？快没了，过几个月就减半，过几个月矿池减半，矿池减半意味着你现在2万块钱买的矿机，那个时候12个月以后变成4万，就是减半那一天你就是4万。我说没说错吧？再减半8万。电费也一样，现在1毛钱电费，我挖的很爽。算力减半，不是算力减半，那个就是难度加倍，挖矿效率减半，我操，你电费 double， 你回不来呀这个成本。那大家最后就开始想卷电费吧。现在俄罗斯老毛子用核电挖，很厉害。然后贵州那些小水电其实很厉害，但是据说是给关了，到处找便宜的电能。但是没错，水电丰富的地方还能挖，但是弟兄们，你知道水电丰富，你以为水电丰富的那个地方的地方官带着这个东西带着枪的人不知道吗？轮得着你吗？我没说错吧？哇，怎么办？咱们盼着核聚变反应堆来吧！我操，核聚变反应堆来那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成本又上去了，因为你有他也有，而且核聚变反应堆的价格也要给你 double。所以无论是矿机价格double 卷，你今天买的矿机3年以后变成废铜烂铁都没人要，为什么？它挖不出东西来啊。然后已经减半了，教主，还会吧？我虽然不懂技术，但是我觉得这么玩的话还会减半，因为到2040年以后，比特币就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挖出来，按这个速度，那它不是数字黄金，它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认为真正有投资价值的，它一定上面摸不着头的。摸不着顶的就是比特币本比，听明白吧？什么蛮子币、粽子币、什么宅币都是扯鸡巴蛋，都，哎呀，它是黄金好。你看我这个锡也不错，它也是金属，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共识和技术壁垒。换句话说，你甚至都是你自己他妈弄的游戏代币，你装什么逼呀？你那是区块链吗？是去中心化吗？你那是自己服务器印的吧？你放到链上，放到公链上，你就以为是，我操你猪鼻子插根大葱，你就装像，腰里掖个死耗子，你冒充打猎的，你不要脸。一会儿我就说他们不要脸，我为什么看不起这圈人？我现在说这一圈的货，比特币是真是好东西，这个我认识到了，比特币是真是好东西。我通过2012年被打脸，一路错，路错，后来2015年我买了大量的比特币，然后2016年我就把那个纸条丢了，
到今天，我2017年在推特上，我忘了是哪年，17年还是18年，我在推特上喊，我操，纸条丢了，到现在我没找出来这纸条，我就盼着量子计算机出现。这就是比特币的问题，弟兄们，比特币有没有问题？辩证的思考问题啊，辩证的看这个问题。比特币刚才我说技术上那么完美，真的是会挖煤，真的没了，到时候就这么多，全世界就这么多比特币，这个不就是什么？这就叫炒作效应嘛。就是老王说的那个股市赚钱效应，就是股票不多，但是钱和人会越来越多，那体现出来的就是股票的汇率、股票的价格层层的往上涨。比特币也是一样，比特币不再增加，但是意识到比特币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主流罗斯柴尔德都会进来。那么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怎么会跌呢？任何一次下跌都是在理性的回调。那么好了，问题就来了。那么你在这种所谓的主流社会开始重视比特币的时候，虽然比特币的价格再往上涨，但是第一，破铜烂铁在里边夹带私藏私货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骗你300万，翟山鹰不会骗你在300万。翟山鹰是这个圈子里非常有良心的。说老王，你今天没转性吧？你是不是搞完你和小刘的视频被翟山鹰拿住了？没有啊，我还给你们1个亿 US dollar 啊！要是有视频，为什么？我一会儿给你们讲讲这圈里，我操他妈的那些没下线的，你们就知道山鹰是有下线的，山鹰已经是骗子里有下线的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冲入这个圈子，号称自己也有区块链、去中心化。您挖不出比特币来，您挖我的吧。这个里边就有是为什么黄金值钱，白银不值钱，青铜、废铜烂铁更不值钱？为什么？全部都是同样的道理。黄金少，一句话，黄金少，铜铁多，就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上比特币是有数的，挖矿难度最大的，挖完就没有的，而且它是比特币，它是这个行业的鼻祖，那是元始天尊，你怎么可能取代它？只有以太坊元始天尊 No.2 可以跟它稍微的 balance 一下，剩下的那几个老币、原始币有机会，就是10年历史以上的有机会。你说最近这2年印出来的，它不是破铜烂铁又是什么？除非有美国政府或者马斯克这样的人去加持，他说我用这个东西将来在火星上当火星法定货币，那不一样，画价值就会起来，因为它有广告效应。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效应。这一圈人，我瞧不起他们。昨天我点评没有点评，昨天我点评赵长鹏，我不是非常尊重他，但是我也没有落井下石啊，我没有落井下石，我说的所有的话我都兜着说的，包括他家庭啊，他那些黑幕，我那些丢人的事儿我没有说。为什么？人家在监狱里坐着，人家成为傀儡，你说这干什么？对不对？那么我为什么说我看不起这个圈的人？我不是对小赵啊，对小赵、小何，我不是这么说啊，他们例外。我对这个圈所有的人我都看不起他们，不是针对赵家，所有的人我都看不起他们。为什么？这个圈里道德品质最高尚的人就是翟山鹰。你们没听错，我天天骂翟山鹰，骂了1个月，把翟山鹰骂抑郁了，骂投降了，最后跟我对骂。但是山鹰是这个圈里最有下限的人，也是他成功不了的根本原因。翟山鹰之所以在这个圈里被那些90后、00后的小孩笑话，就是因为翟山鹰做坏人做不过人家。听明白了吧？他是项羽，他也跟着刘邦去造反了。项羽都干不过刘邦的，因为刘邦没有下线。你翟山鹰好歹是从建行投资银行部出来的，你好歹是颐和资本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你怎么可能跟他们比得了？你他妈脑子里边有基因压制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讲脑子里有基因压制啊？虽然我经常调侃他，什么叫基因压制？我跟你们讲具体的。你看翟山鹰无论怎么骂我，
翟山鹰都快气疯了，对，被我骂了1个月。翟山鹰无论怎么骂我，翟山鹰从来没有说过王吉洲不是颐和资本创始人，颐和资本什么都不是，他最多说颐和资本只有20-30个人，他不敢说颐和资本什么都没干，他不敢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也从来没有说过王吉洲不是颐和资本创始人，我不是颐和资本副总，他没有说过，他只是说王吉洲是河北人，他有个大牙缝，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不能整牙，他在加拿大温哥华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比如说参考赖昌星啊、高峰啊，你看看他们被引渡回去的那些人多惨，都修屋顶了，最后王吉洲就过那样的人生。哎，这是他最强烈的反击，到此为止了，这就是翟山鹰的下限。翟山鹰知道今天没有编我老婆的故事，没有编我小孩的故事，为什么？君子斗争只限于你，不及其耳。这就是翟山鹰的下限，这就是他成功不了的地方。见以微之著，币圈必须没有下限，币圈上限最高的人，现在在西雅图蹲监狱的那个人，小三是不是给他生了3个孩子？原配是不是有2个孩子，而且没有离婚？只这一点，我们就全败了。包括山鹰，我就不用说了，完败，错马斩。我操！我到今天，我如果要是在男女关系上没有下限，我得有多少孩子？大家可以想象吧。我在加拿大没戏，我他妈回一趟中国，比我小24岁的女孩，你说能不能来一条街？生吧，马子队来吧，反正都是我的 DNA。为什么？有他妈下限呀！生完之后养不养，叫不叫？自己这个家族他妈乱不乱？孩子之间手足相残，恨死不相往来，是你想要的吗？你他妈死那一天，你的他妈的葬礼那一天，你那些捧翻的人还要打，我操，还他妈要互相放眼箭，你忙不忙？你是在结善缘，还是在给来世结恶报？这玩意儿你想不明白，这就是想明白你就有下限了，你就有下限了。山鹰人家也没有，山鹰从来没有2个老婆同时过呀。山鹰也是跟上一个 game over 离婚之后跟下一个结呀，不会说同时我都保持这种关系啊。甚至跟上一个法律关系没解除，跟下一个就公开以夫妻相称，生一堆孩子，而且下一个为了证明比上一个强，上一个生2个，下一个就要生3个，然后再下一个生4个，这就是他们的下限。他们的下限就是没有下限，下一个肯定是5个。等这个年人老珠黄了，他要没出事肯定5个来啊，时间问题。因为这就是这个圈的最高层次的人了，这圈最高水准的人。而说老王，你是个正经人吗？你是个正经人吗？因为我上次录播我说币圈赵总也好，何总也好，他们都不是这么正经人。说老王你好像是说的你是正经人，没错，我们资本市场股市起来这些比他们早负10年的人，我们是不正经，我们也做庄，我们也做1、2级市场联动。但是就像我说的，我没有私生子是一样的。我们做1、2级市场联动之前，一定沙盘推演一个真正的利好消息砸进资本市场，我们建仓和我们退出至少拉出3倍的涨停。我说错了吗？所有的股民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挣3倍，至于10年以后跌到哪儿，跟我没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人损失，有1个股民赔钱我都不答应。为什么？花花轿子大家抬，这就是我的下限。我他妈觉得我已经很无耻了，我他妈简直不要脸，但是他们居然比我不要脸1000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ICO， 我们叫 IPO， 他们叫 ICO 那一天他们就跑路了。他妈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公链上1000个产品里边有990个是这样的下场。我说错了吗？这有下限吗？我是盗，我承认，但是我是罗宾汉，我只偷建设银行的钱，我只赚谢之坤的钱，然后我反过来让股民赚到钱，股民在股吧里说我好，所以我今天才敢不删评论，我敢开油管，实名实脸出来
有人敢吗？币圈里吹牛逼有人吗？有一个人敢吗？我说的是不是大实话？不删评论敢吗？连山鹰都开始删评论了。当然，山鹰删评论是因为我骂他，我不骂他的时候，他也敢不删评论。他敢不删评论，是因为他已经破罐破摔了，大不了就是骗了300万嘛，那也没什么大事嘛，最多就骗人家300万。所以你说翟山鹰是不是有下限？翟山鹰这一生骗的最大的债主，只不过是300万人民币呀！我操，翟山鹰在这里边简直是圣母玛利亚白莲花，所以翟山鹰怎么也挣不着钱。这帮孙子怎么玩？自己开个交易所，弄大了，自己要他妈 ICO， 自己设计一个伪区块链，伪的啊，自己印的啊，自己拿，比如说100万币啊，或者300万币，自己拿150万，然后链上发放150万，让韭菜来炒，韭菜一炒高，他把自己的150万一扔，人走了。操！我看到这一幕，我都呆了，因为我们 IPO 无论是在对300万有一堆，我们这个 IPO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纳斯达克还是在上海，even是最乱最松的最市场化的深圳，我们 IPO 都有交易所，公办的交易所，国办的都有证监会盯着你，你不能胡来，否则的话还有一堆股民聒噪举报你。他们在币安链上，在他们火币链上，在什么鸡巴比特币中国链上，他们上链的那些玩意儿，我问你们，有人监管吗？谁监管？你们是后来者，我是爷爷，我是 out 了，我开牛车，你们开汽车，你们开电车，你们是我的老师，行牛逼，跟我老一代人上课，谁监管？除了 SEC 抓赵长鹏之前，美国监管吗？除了2019年共产党用公安把你们都抓起来之前，中国监管吗？到今天俄罗斯监管吗？沙特监管吗？你们他妈逼的就是野生生长的一群小流氓，我说错了吗？一点下限都没有的小流氓。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骗了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跟你们玩币的年轻人最后抑郁、躁郁、自杀、跳楼，你们没有报应吗？我王金洲重组这么多上市公司，没有一个跳楼的。牛逼的都是挣了7倍，在古巴上，在我的博客上给我留言气我。那个上海人，姓丁的那个，说老王，我挣的比你多，我挣了7倍，我气死你了，我还不说你好，我还要偷你的反对票。我操！我说有天理吗？没天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只有我一个大户投反对票，我要在这支上市公司重组的历史上留下我的名字。投赞成票只是一个数字，但投反对票会有名字，因为只有我投了反对票。我操！我说你是我师傅，你他妈太变态了，简直在 SM 的道路上你一骑绝尘。我操！我被你抽，我操！行，你赢了。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股市市场，我们是有下限的。我们就是纵横我们驰骋我们的大脑，我们也干不出他们干出来的那些逼屌事儿，你知道吧？所以还在这儿一个一个的装圣母玛利亚，一个一个的装白莲花。只有真正说自己是骗子的翟老师，才是这个圈里边真正的白莲花。但是他又说我是骗子，我骗了你们之后，你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那些什么孙雨晨啊、赵长鹏啊，什么那个小老外、爆炸头 Sam， 一个一个的装啊，我就是个宅男。你看我的人生欲望就是开一个 Corolla， 还是2手的$6000买的。你看我到现在几百亿身家，我还在开这个。我操！从来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全是这样的人。小何不现在还在推特上装白莲花呢吗？啊，我就是练练瑜伽的一个。老夫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你不就是我们公司那个马子队队长，老翟公司的那个小张吗？那不是一样吗？操，装什么玩意儿？只不过你做大了而已。好了，币圈无下限。坏的无下限，没好人。所以我作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圈里的爷爷，我看他们，我真的是觉得美国 SEC 抓他们这事儿是好事儿。
真得有人管管他们了。没人管管他们的话，比特币是天天要涨的。你们记住老王今天看老王这句话，因为比特币的原理造成比特币天天要涨。比特币天天要涨，就是骗人的那个旗杆永远不会倒，因为那个旗天天在涨，所以旗子底下这些王八蛋就会层出不穷的骗你们。因为比特币太贵了，你们买不起，所以你们就想，哎，就抖机灵了。我操，我怎么这么聪明？我怎么能去抢比特币呢？我知道这儿还有一个跟比特币一样的未来的比特币哟。这就是骗子骗你的。老太太被骗，在街上老太太被骗，你奶奶被骗，你奶奶被骗了。为什么？骗子有个小金佛，说这是我拿出来的小金佛，我刚挖出来的，我们家挖井打出来的，你给我5000块钱，我把卖给你。你奶奶被骗了，为啥？你奶奶觉得金佛值钱，她找着漏了。比特币会天天涨，记住啊，今天这当然它会大幅度下跌，但是别怕啊，别割肉，拿着忘了，就像我扔了我那个纸条一样，忘了，天天涨。我那纸条上的钱现在比我自己的钱还多，但是我相信那个钱包，因为它是冷钱包，它也丢不了，总有一天会有黑客帮我找回密码，总有一天，子子孙孙无穷尽矣。我儿不可，我孙亦可。我孙有孙，我孙有儿，总有一天会找回来。所以，比特币它的长期大牛市是一定的，因为它有数字黄金本质越来越少。那么，在此前提之下，周围这些干事没下线的骗子会不停地设计出小金佛来骗你，你以为你抖出机灵了，其实就是你就掉到圈里了，明白吧？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黄金值钱。但是按官价去买黄金，又觉得自己太傻太贵了，好了就去捡漏去了。哪有漏？有漏都是骗子给你挖的坑。所以真正去讲比特币数字市场，真正去买，不要抖机灵。你要真的想买，你就只在比特币回调的时候买比特币本币，剩下的东西跟着它走，千万别买那些刚刚 ICO 的新东西。谁给你推销也别信，老王给你推销你也别信。为什么？我都跟你说了，他们全是假的。说老王，那这里边备不住1000个里边就有一个真的能成长成未来的新星啊！我不否认，真的是有。但是你觉得你有那么 lucky 吗？你正好怼住这个1/1000了吗？那什么人适合做比特币市场呢？就是说老王，这个将来这是未来，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能不能投入这个市场，全身心的干？可以。第一，你要不要脸？你要没下限，你要分分钟都能把你老婆出卖，把你老公出卖，你这样的道德水准，你就适合干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市场都是这样的人。你想在这个市场胜出的话，你只能比他们还坏，这是第一。第二，你什么都不能有，你必须什么都没有，因为富贵就养人的廉耻，你只要是富贵人家有的，你做不了这事儿。你说我操，老王，我刚从缅北回来，我光脚回来啊！你恭喜你，你太适合干这一行了，你完全可以干这一行，因为这行就不是搭盘子吗？大家都会吗？上链吗 ？ICO 吗？你大不了你自己弄一个，甚至找一个有名望的人，比如说老王这个 level 的人，薛蛮子啊、五岳散人呀。什么这个都可以啊，就这个知名度就够了，给你站台，发一个什么什么币啊，起个好听的名儿，然后喝酒走人，你这就是你应该干的，明白吧？这个币圈只有这一种人可以干，剩下的那你说老赵啊、孙雨晨他们怎么办？他们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已经干起来怎么办？他们已经干起来的，他们这种人有3个去向：A 去美国。主动投案，已经做起来了。你要是刚做，你刚才从缅北回来那个，你就不要去美国了，美国人不理你。如果你做到了那么大，像孙雨晨那么大了，那你应该去美国，美国是你最好的去处，然后认栽、交罚款、坐几个月的牢，态度特别好，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超级管理员交给美国人，然后你就安全了，洗白白了啊！你后半辈子可以过得不错。有人说老赵会被死无葬身之地，那你们想的美国想的太黑了啊！我最后会说美国为什么好？美国就是赌场里的何先生，哪个何先生？何鸿燊先生。何鸿燊的赌场当年也挺黑，
杀人越货，但是何鸿燊先生绝对不会再杀人越货了，人家早做起来了。所以何鸿燊先生是讲规矩的，流氓不流氓，绝对是大流氓，因为那个行业赌场行业就是捞偏门的老流氓。但是何先生，你赢了钱可以走。美国讲规矩，像老赵这样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必安所有的东西交好。你小老婆合一过来，你大老婆放多伦多，全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别乱跑，别回中国。好了，4个月了事儿，罚个人5000万，不多吧？大老美多职业啊，他都能精确判断出赵长鹏手里有多少现金。他原配小杨在多伦多，法官和美国的那个办案的那个机构一直在精算他跟小杨到底实际控制多少钱，最后给你量身打造，罚你5000万，不多不少，既让你疼，也不让你他妈的疼死，没必要嘛，美国人差这5000万嘛，给你留足够。那么之后你必安就变成央企了，就是引号那个央企啊，美利坚的央企。那么这是最好的下场，最好的去处。为什么？因为跟着你这个世界，这世界不是去中心化的，那总要是有人控制的，总是中心化的。那么你最好的选择不就是何先生吗？第二选择呢，就是缅北的习先生。习先生就是缅北的赌场啊，包括蒲先生，那都是后起之秀。习先生，白所成，这个你进这赌场吧，你输钱可以，哎，你别赢钱，赢钱坑给你在后边挖好了，推土机替你挖的，保证挖不出来你，保证给你埋平，再怼怼地。然后呢，你拒绝交出比特币密码是吧？哎，文火烤你的屁眼儿，你放心，绝对不拿喷枪、寿司喷枪烤，一下给你烤焦，你神经死了，你不疼。文火慢慢烤你屁眼儿，哎，让你恢复速度和你他妈的受伤速度几乎持平，我看你能扛几天。所以这是习先生。再就是内先生，哪位内先生啊？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你在中东混，你这个币圈，你跟阿拉伯，你跟加沙走得比较近，他们通过你这儿洗钱了，以色列内先生会找你的。内先生跟习先生哪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素质高一点我不知道。所以呢，你想想是不是这3条路里边最理想的还是何先生？何先生他妈的罚钱之后真不让你在黑白大屌的丛林里滚一圈啊！所谓的黑白大屌丛林里滚一圈，那是一派胡言，没有啊！赵长鹏绝对不会滚黑白大屌丛林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3条路，做大了就是这3条路，做小了就是刚才我说的，要么割韭菜隐姓埋名跑了，那没人认识你。但是呢，这个你可别让你那些大金主找着，因为你做了那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那些被你骗了的大金主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找着，给你埋了。所以人家翟山鹰为什么现在安全？因为最大的金主就是300万嘛，那是最大的嘛。虽然说，说老王他骗了好几个人的300万 ，OK， 那也只是300万，300万的人的能量就那个样。所以我就又预言对了吧？我说翟山鹰骗你300万，你上红通那个事儿不可能，红通不是你想通就能通，红通是有次序和级别的。翟和你这点事儿上不了红通，我他妈资本市场混了30年，我还不知道吗？你红通个鸡巴毛！你在北京认识的那些手眼通天的大哥，其唯一结果就是骗你300万 again， 你又被骗300万，因为你的智商、你的财商、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够，你在交学费。翟山鹰收了你第1次学费，然后人家那300万大哥再收你第2次学费，红通学费这叫，然后你就傻了吧？互联网销声匿迹了吧？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世界啊，这就叫社会。不是说美国就没有人，美国也有人。我一再告诉你们，美国跟中国很像，中国有的东西美国也有，但是美国的区别是，何先生缅北已经进化到世界高度发达，已经盖起来威尼斯人了，然后缅北的那些老板的孙子们已经上台了，就会变成何先生。做事儿是有规矩的啊，你不要弄得太疼，弄得太疼就举国之力14艘航空母舰灭你。但是呢，差不多的话就按规矩来了，明白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啊，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受不了的说老王你是大外宣，你说美国不好，我说美国不好了吗？我说的这个东西叫不好吗？我他妈说的叫实话。美国总统听到这话也说，这个人还是知道点事儿的。操，你他妈你要说我说美国不好，你要么就不在美国，要么你就是他妈在美国混最底层，你才那么极端。数字黄金有其价值极限，对呀，有价值极限，但你能知道极限在哪儿？极限就在于参与人数的多寡。实体黄金也没有蹭蹭涨上天呀，实体黄金还没蹭蹭涨上天吗？我操，你他妈是不是个傻逼？你说这种话，实体黄金，我问你有什么价值？实体黄金有什么价值？除了镶金牙、做些人造器官和一些需要高稳定导体材料的工业价值，它有什么实际价值？我操，与它的这个工业价值相比，它已经涨上天 N 倍了。好了，这种傻逼我就不说了啊，逐出拿性教。我们开始交流了啊，1个小时了，白回1个小时了。所以现在币圈也说了，美国也说了啊，本质也说了，我希望你们都能理解啊。金三角赵伟，我不认识赵伟，我对那个圈不了解啊。我认识彭，你就知道我在那个缅甸的这个辈分了啊。我认识彭，我跟彭在北京那个东直门那个小别墅，他在那儿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当时我是那个研究会的 sponsor， 我给他们捐了100万人民币，因为他们出不起那个租金。操，说起来都丢人啊！操，这就是世界啊！你们想不到吧？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那样的背景，他在那个东直门那个叫什么别墅来着？东湖别墅，租了个小别墅，2层小楼，租不起，我操！然后老彭去北京是住哪儿？有的时候住天伦王朝，有时候住那儿。我估计现在会住昆仑，因为当时老彭没钱，就只能住得起天伦王朝，他得自费，国安才不给他钱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接收了缅北所有的地盘，估计现在是昆仑饭店还得是套房，1425套房啊。老王，请问在哪儿买比特币本币？这就是问题问得好，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就是在交易所里边，你只要钱在交易所，你就是不安全的，包括 Coinbase 一样不安全。所有的事儿他们都干，但是现在呢，相对来说的就安全一点，因为美国 SEC 天天盯他们，大流氓盯他们，对我们是好事儿。可以在交易所买完之后打到冷钱包就安全了，然后就别整天放在交易所交易，整天放在交易所交易就相当于你那钱根本不是你的钱，哪天他倒闭了，你叫天挑天不应，叫地不灵啊。比特币 ETF 可以买，但是比特币ETF 呢就也一样，反正那你就是买卖非常灵活嘛。ETF 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好，但是你不要频繁交易买卖，一样的道理，就是频繁交易买卖，你就反而违背了他的这个投资的真谛。你像老王为什么不进入这个币圈？就是你想像我这样的辈分的，你想我会像薛蛮子那么干吗？发个粽子币，发个饺子币，我要干就是薛蛮子那个起步价吧。我没吹牛逼吧？那你要我在洛杉矶，在温哥华搞这种什么币，我弄他妈的180人见面会，我弄这个币，有必要吗？我可有孩子有家呀。我割我身边的这些人的韭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以我不会干。我就这么讲，我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说人穷，就是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改革，才会生变，才会有积极性。做事的积极性，我为什么这么懒？除了做个 YouTube 不干任何事儿。我跟你们讲特别简单的道理，现在美元存款放到 RBC 放到什么 TD 的美元存款啊，定期1年5.5%，你算算，你除以12个月，你这钱你花不完呀。因为咱们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们不是那种有好多私生子啊，必须他妈的私人飞机飞来飞去的去养活这些私生子，摆平这些小老婆，我们没有这个欲望啊。我干那个事儿干啥？我说的是实话，你们能理解吗？这就叫财务自由。就是财务自由之后，不是说我的欲望无止境，欲望无止境永远不会财务自由。财务自由的前提是你的欲望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而你已经到了这个人生之后，我操，你打死我都不会发币的，因为我知道我发不出中本聪那个比特币来。
那我发出来的任何一个币都有可能是一个粽子币、饺子币，操，或者五散币、五岳散人币，操！我跟五岳散人还有翟山鹰联盟，我们弄一个五岳散人翟山鹰白莲花唯一不骗人币。然后呢，如果是真的赚钱没那个快啊，没有那个假的快。如果是假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以就干脆不干，明白吧？拿星教没有搞个人崇拜啊，是谁搞个人崇拜了？所以现在已经可以拿到6%了，没有，我弄得早5.5%，我那一批全是5.5%。所以你这我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明白吧？前2天没跟大家直播，因为我在农场在传，我现在浑身酸疼，哎，非常酸爽，干活呢，干体力劳动，我享受这种人生，哎，我自己换的水泵。$7000我省下了，新水泵跟我收$7000，卡特彼勒太黑了，那我能干这？你可以羞辱我的智商吗？所以我用一个牛奶桶搞定。那牛奶桶没听错啊，就是4块钱一桶牛奶，我喝啊，那个通货膨胀之前4块钱，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啊。那牛奶桶捡了，咔，大 step 一贴，省了$7000，哎，我就觉得我操，这$7000省了我好爽。啊，就比我挣了7000万的感觉都好，这就是我的人生，弟兄们明白吧？哎，这未来的这种小恶就别猜了，你猜啥？你贫穷限制你想象力，这个世界不是你能猜得到的。所以就是5.5嘛，那5.56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干了。这些事儿啊，而且我挺鄙视他们的。虽然老薛在推特上没有拉黑我，但是我经常给他来一句，我说你有必要吗？后来我一想，他好像有必要，因为他没钱，我操，他没攒住钱，都花了，那是牛逼了啊！拿星币，我操，你们就勾引我，哪天我真发个拿星币，我这拿星币，我真不坐庄，然后我利益众生，我操，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那折腾这事儿干啥？涨了不会说我好。赔了跌了，天天骂我。胜过赚7000万，没错，乐趣非常大。宝二爷是谁？我不知道啊。宝二是赚到什么宝二？发币那就是王总统的。对，我发币干嘛呀？我不知道我干嘛，就是我不知道我干嘛。我哗又挣了这么多钱。那以我老王今天的道行，我还不是那么成熟，我是不是也想弄一个他妈的 House Number 2啊？我操！我现在 House Number 1在温哥华，我 House Number 2在洛杉矶是吗？然后我就开始删评论了，对吧？我就开始删评论，我的面相也不是这样坦荡了。我操！我一删评论，我操！为什么？有人喊老王，我知道你 House Number 2，赶紧删，赶紧删！我操！好了。山西做食品电商的，后来作弊发财，作弊发财有的是，就是他只要敢割这波人韭菜，选的时机好，命好，他就发财了。关键是发财之后，你能不能全身而退，洗心革面，就不要把这种运气当成自己的能力，哎，又来，完了就迟早会被人活埋，然后隐姓埋名跑了就得了。金银 certificate 可靠吗？可靠呀，可靠啊 ！RBC 的，只要是加拿大5大行的所有的发行的金融产品，你都放心。加拿大经管非常严，比美国严他妈10倍。所以加拿大这个国家为什么发展不了，就是因为太严了。美国反而没人管，美国是民不举官不究的体制。除非你做到赵长鹏那个级别，否则的话真的是民不举官不究。美国就是这样啊，能骗一把是一把，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加拿大可不是，加拿大太他妈严了。老王25岁创业，什么创业？发个大傻币，对，我们就发个傻币。或者坏币，就干脆就直白嘛，反正我们就是坏币嘛，我们就是傻逼嘛，是老翟无罪，不够坏逼其罪，所以加上老王才是坏逼其罪。
美元降息，黄金应该还能涨。二宝手里大概有3000到500，你就不要猜人家手里有多少这种东西，就没有意思啊。你们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想出新的商业模式来啊。发行几级币让翟父实现300尺大游艇，不可能，300尺大游艇会遭报应的，因为贝佐斯的游艇都不到300尺，马云的都不到，马云还他妈差一大截呢。宝二也割韭菜，宝二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啊。包凡进去了，还没出个屁，他就在温哥华，他犯贱嘛，又回去了。他一保释孟晚舟，我就知道他要犯贱。孟晚舟被抓之前，也有人通过他的朋友找到我说，能不能因为法庭要找3个还是几个跟他无关的加拿大人，对他进行财务担保，就是他保证他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逃不跑啊，跑的话呢，保人要负责。我说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办法当着法官说我跟他很熟，我担保他，我担保个鸡巴毛，我不认识他。包凡就干这个事儿。包凡就干犯贱吗？500万吧，我记得500万，你抵押你500万的资产，然后法官就会接受，但是必须得证明你不姓任或者不姓孟，不跟他是那个5夫之内的亲属，那你就可以干这个事儿。我 say no， 然后包凡屁颠的跟孟晚舟称兄道弟的，我要回去了，我操，犯贱了，抓起来了。BNB 还有价值吗？币安就是赌场，没错。怎么说呢？就我不愿意干预市场啊，但是呢，我告诉你们，第一，它只要是发行量不增加；第二，只要来的人越来越多，它就会上涨，就这么简单。所有的金融产品就这么简单，包括粽子币、喜币、宅币，都可能上涨。只要傻逼足够多，傻逼的大军冲进来之后，会让聪明人觉得自己是 loser， 就啪啪打你的脸。而且也是用黑人尺寸大牛子打你的脸，塞到你的嘴里，让你这一辈子都社死。我现在在比特币上不就是吗？从比特币本身来说，它有什么价值啊？中本聪发明那玩意儿，如果大家不认的话，它不就是个屎？黄金也是一样啊，黄金一点用没有，软了吧嗒的金属，为什么认呢？就是因为你认嘛。那么它人的灵魂你怎么办？他就认了，你就啪啪打脸了。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因为他帮的不是席明泽嘛，为什么抓他？他是孟晚舟在国内他也排不上。好了啊，七哥的喜币现在咋样？喜币也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就是人越来越多它就会涨，人越来越散它就会跌。如果七哥呢就出不来了，那喜币就 game over 了。如果七哥我操，那如神附体，居然保释出来了，或者是怎么又开始折腾了，那操喜币还是个好品种。所以就是这样啊。你认为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并最终消失吗？我不知道世界范围内，但我知道加拿大是这样的，正在萎缩。全世界人类没有联系的时候，能集体产生共同意识，认同黄金价值，这是很奇怪。没错，风暴阴影，任何一个古文明都认黄金，所以才有阿努纳奇的传说嘛。这很奇怪，我操，这个他怎么就认这玩意儿？确实奇怪。七哥也看不起赵长鹏啊，是啊，我们这些但凡比他岁数大、比他辈分老的，谁会看得起他跟何一啊？他们可能钱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你咋弄来的钱？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心里边都有这么一句话，也就是我没干，或者我不屑于干，就是这句话，那就是保持我们最后的一点残存的尊严嘛。喜币没上公链，没错，喜币上不了公链，因为它不是，好吧，喜币也能上公链，没错。算我没说。老翟的 BNC 云盒卖几万个，没错呀，是这样啊。七哥很可能会重判啊，老王没有开赵长鹏和七哥这些卦啊，就是因为七哥在法庭上他各种否认，他不配合。但是你说什么赌大的吧，因为七哥一向赌大的，包括他那个盘古七星，那都是赌大的嘛，就是要么就是刘志华死，要么就是他死，然后赢者通吃，一飞冲天。他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他不是我们这样的性格，他是那种什么都没有光脚的那些赌徒性格，我们是大学生。象牙塔里出来的性格，所以我们就玩社会草莽玩不过七哥嘛。
所以七哥就赌川普上来，然后赌这些什么朱利安尼和班农还有良心，还有认为他有价值，把他翻出来，蓬佩奥还能把他翻出来，他在赌这个事儿嘛。如果他赢了就是个大的，如果要是输了就 game over。如果拜登连任，他就彻底 game over， 因为再过个4年，一切都变了，他的时代就过去了。老王要保留点尊严，这话通透了。就是啊，我们这些就是你爷爷你爸爸为什么老他妈在你面前要保留他的尊严？因为他看着你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着出来的。你今天玩高科技，我操，胜他一轮。老头们老爷子们一定会用传统价值观念评判你，榨着你，然后把你损得一无是处，你们之间产生父子或者爷孙的矛盾。等你老了，你也这操性。赵长鹏 CZ 和何一到50岁到60岁，新来的人又产生了新来的这个所谓的草莽英雄，干出来新的一套东西，他们也用同样的评判观点，这就是我频道的营养价值。作为前资本大鳄，资本前鳄，有这样的平台跟大家交流，让你们看到真实的世界的高层，或者比你们现在人生高层的层面到底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这是花钱买不来的这东西，这就要感谢九子离火运这种所谓的 YouTube 互联网经济。那你就是浪没事干的，又没有什么前科的，又没有什么 House Number 2 House Number 3的，那这些人就敢出来。我觉得潘石屹其实也敢出来，因为我确定潘石屹没有 House Number 2，而且潘石屹也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干干净净的，安安全全。如果老潘开个油管，我操，那不是分分钟100万大 V， 他又能说。幼稚，保他个屁！看谁收拾他了。怎么保他？所有的中国的那片土壤上都是锦上添花的，你不要指望着谁给你雪中送炭，除非你是他的亲属。这个亲属括弧还得包括没有离婚的老婆，离了婚都不好使。你看看那个安邦就知道了，还有那个最近被判的那个刘亚洲，你就离婚都不好使，分居都不好使。英伟达肯定冲过$1000啊，那是个趋势嘛。但是我必须骂英伟达，为什么？他妈我踏空了，就这么简单。我400都卖了，因为我觉得它会深度回调。谁知道比特币起来了，蹭蹭蹭啊！我去，我就咒他。好吧，2200人了，谢谢大家啊。男人有钱就离婚，谁说的？操，谁说的？难道你们说我不是男人是吗？潘石屹不是男人吗？潘石屹开油管100%比我强，100%比我强啊！因为他比我有名，比我做得大，就这么简单啊！但是他未必敢，就是他虽然自己没干坏事啊，但是他不能跟网友这么交流。网友如果要是真问他那些核心问题，比如说任志强的事儿，他跟人家那么熟，我操，我操，潘石屹可不想上红通啊。有可能，所以这可能是潘石屹唯一不敢开油管的原因。因为潘石屹要开油管的话，人家一定会问他那任志强的事儿你怎么看？因为他跟任志强穿一条裤子呀，俩人好的跟连体婴似的，都快搞同性恋了，好的。那这问题一问，那边踩缝纫机18年，我操，这边操，这没法说是吧？苏小河，哎呀，苏小河没办法。龙腾去当教育部部长去了，是高升了。周少儿初恋直接结婚吧，差不多吧，差不多。基本上算是初恋结婚。就是我告诉你，你跟你老婆的这个关系，到最后你男人彻底成熟以后啊，你为什么有钱有多少钱也不会啊？包括赵长鹏其实都已经成熟到这个结果了。你看他跟何一生再多孩子，他不会跟何一结婚，也不会跟他原配小杨离婚。为什么？就是当你男人有了这些阅历之后啊，你会恍然大悟，你结的婚那个过程
实际上是你人生的年轻那段时间的图腾，永远不能抹去。就是你想否定你的婚姻，你的初婚，就等于你在否定你前半生的选择。也就是说，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是一个道理。这你只有阅尽千帆之后，你才能产生出这种淡定来。一旦出现这种淡定，这个男人就变得非常可怕。你给他生多少孩子，他都不会再跟你离婚，不会再跟你结婚。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青春一去不复返。他不是说跟你结婚之后他就能回到青春，跟你结婚换老婆，7次离婚7次结婚的那些人，都是幻想着自己永远20岁，没活明白。你要真的能，那你当然可以。你不能，你的肉体真的是在衰老，你的精神也在衰老，也在光子疲劳、精子疲劳。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就不会有离婚的冲动了，就是这样。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先过去了，你人一定要站在500寿元看自己，该翻过去的事儿必须翻过去，得承认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就是个拿性，别以为你是个啥，拿性过去了。哎呀，1个半小时了，我操，不能再白活了啊！好了，做生意比找老婆难。王公权现在成熟了，他肯定不再私奔了，那时候也不私奔呢。哎，丢冷钱包密码问题怎么会有解决办法？快给我私信，给我发WJ5788 发 email 啊，我给你对半分。One life one wife， 闲人老张，这都是活过的人。闲人老张也不可能就一个吧，对不对？就是经历过一个吧。因为老张我知道嘛，多伦多老张，那他也有钱人啊。年轻的时候，男人谁没有踹过？update 自己的这个老婆 ，update 自己的人生，但是试过之后，你 update 不行，为什么 update 不行？它是个嵌套语句，贪食蛇的结构。你 update 之后，你发现自己回到自己的尾巴上去了，我操！那你最后就别徒劳了，就是踏实过吧。有管小妹模主才5万粉就被国安要求删视频，我不知道，我不感兴趣。反正没有国安联系我，也没有国安让我删视频。密码要通过盗梦空间在你的潜意识里取得，一派胡言！我操，那个太长了，那么20个不同的那个字段啊！我操，20个不同的单词，这么记得住？还他妈英语，我潜意识也没那么好。喝了点没喝？状态跟你以前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不知道。没有，王嫂今天不在，我自己在家现在。谁风暴阴影？你把谁逐出拿性教了？我操，这拿性教就这么乱啊！一切都是拿性，包括教主也是拿性，就是都可以互相驱逐出拿性教啊！操，比特币也会涨，长期它就是个上涨的过程。翟富预言80后老了领不到养老金，是他说的没错，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学原理，这就是老鼠会嘛！他妈人越来越少，上哪儿领养老金去？当然也可以，共产党印钱，但是你领的养老金就薄了嘛，那购买力薄了嘛。高岛一段算不回密码来，高岛一段还成神了，没戏。好了，咱们就不说了啊，弟兄们。再见吧。老张，你放交易所，比特币放交易所，虽然忘不了密码，但是你那钱就被美国 SEC 第一次起诉赵长鹏的那个起诉书的第一次，就是6个月以前说的那个，就是不是叫起诉书啊，就叫那个罪状里边就是混合与挪用客户的资产，就是反正赵长鹏就干这个事儿，反正因为那是不是我说的，是 SEC 的那个现任主席说的，他们都干啊，就是当然你的账面上还有。但是底下操五马导流羊给倒哪儿去了？反正他就跟开银行是一样的嘛，他保证你的提款流动性就行了。但是大家如果集中提款，就会出现爆炸头小哥那事儿 ，FTX 就破产，就是挤兑挤崩了嘛。当然爆炸头小哥破产的时候，赵长鹏也踩了一脚。我操，这人不地道！当时他率先把币安所有的跟 FTX 的东西赎回，我操，砰！
真爆了。但是币安破产，不是币安进监狱，没有人搞他，所以这个当然也没有比他大的了，或者跟他差不多的，现在都被监管起来了。Coinbase 可以搞他，但是 Coinbase 哪敢动啊？好了，再见啊！肯定挪用，让提就行。哎呀，老张说的好啊，是因为咱钱不够多呀，要钱多的话不让提了就。我他妈在不是 Coinbase， 在另一个交易所，我现在提不出来。我的交易所上也有。哎，今天机器坏了，还是加拿大的哦。今天机器坏了，明天他妈的那个系统升级，我操！就是我想想，算了，妈的！所以他们这个圈没好人，就是加拿大这么严的监管，他跟你玩这个，啊，就你提个1-2千、5-6千，哎，他不管你。你要多提，哎，操，不给你发2维验证码啊？说哎，机器坏了，总之能拖一天是一天。好吧，发会员，会员也没有秘密啊，咱们现在也没有会员福利，就跟你们发着玩吧啊。发完会员咱就下线了。看看谁幸运。好嘞，发完了。GG 是好卦，但是4爻变，我不知道那个爻变爻辞，那个爻辞51%。好了，拜拜啊！强行下线了，1个半小时了。